随着现代医学手段的越来越高超，你会发现你走在路上，在流媒体里面，在短视频里面，这个美女是越来越多了。那不管是你是微整形，还是大刀阔斧的就搞得自己连亲妈都不认识，或者呢是千篇一律的韩式整容脸，它都有一个共同的名词，那就是整容。我们今天呢不来说整容好不好，对不对，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现代整容手术的一个历史。好，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也感谢大家点开这期影片来听老白呢讲故事。我们现在听到整容手术，那么大家第一的反应就是一个现代的社会现象。但是实际上，整容的历史源远流长，实际上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更复杂，更加久远。最早的时候要追溯到公元前的2500年，在古埃及的埃德温·史密斯文稿中他就有描述，它呢是古埃及的医学文献的一个抄本。然后在公元前800年呢，印度就开始了重建整容外科手术。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整容手术，它最初的起源是源于梅毒所导致的畸形矫正。但在16世纪的欧洲因为当时的医疗水平是十分有限的，那专职的医生也很少，所以当时的外科医生的手术工作很多呢是由理发师所充当的。而在那个时期欧洲人的性爱观是很随便的，但是卫生状况呢又是极其堪忧，所以呢就有了大量的梅毒患者的出现。那这些患者呢往往伴随着面部溃烂的现象，那严重的就甚至整个鼻子都会脱落了。这个情况呢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那时候的面部损伤或者是拥有丑陋的面貌就会被视为是内心丑恶的一种外在体现。那不像是我们现在最多呢是说这个人长得不好看，最严重的也就是背后说你是个丑八怪，那不会牵涉到说你这个人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那时候你长得难看，脸上有缺陷，那你就完蛋了，就会被打上标签，直接就说明你是个坏人，直接就社会性死亡。所以那个时候有大量的患者就需要医生手术，在对面部的损伤进行治疗。那我们知道在整容手术里边有一个内容就是皮肤移植，它的专业名字呢就叫做代替皮瓣的移植手术。那这个技术就是发生在16世纪的欧洲，是为了修补这些因为溃烂造成的鼻子的缺损，它就会把患者前额健康的皮肤或者是胳膊上的皮肤割了下来，折叠并缝合贴在溃烂的患处。那有一本书叫做《生理缺陷的移植手术》，它出版于1597年，作者呢名为加斯帕雷塔利亚科奇，是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外科和解剖学的教授。这本书呢就是全部用拉丁文写成，而且呢并配有图示，就详细介绍了专门针对在搏斗中受伤的面部修复手术，其中对鼻子整形手术的解释最为详尽。医生需要让患者保持摸后脑勺的姿势要长达3周之久，让其上臂的一小块皮肤就能够紧密地贴合在鼻子上，并展示了当时他发明了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一些手术工具。那这个听上去就很可怕那另外还有一本书叫做《重要的干预措施》，里面呢也有写到，那经历移植手术处于恢复期的患者，他手上的皮肤仍然可怕地贴在脸上。那说到这段我鸡皮疙瘩也有点起来，因为由于此类的手术累积的经验在手术变得不再那么痛苦，或者是说有生命危险之后纯粹意义上的整容手术才慢慢变得普及了。当时整容就面对了最大的2个障碍，第一就是痛，因为没有麻醉技术；第二就是手术感染。所以在1846年，美国的牙医威廉·莫顿就第一个使用了乙醚实现无痛手术，他也就是现代麻醉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呢是在手术中利用手帕或者波纹管子，让病人吸入乙醚后昏迷，来达到麻醉的效果。但是呢这个一听我们大家都会感觉都不太可靠，因为你无法掌握剂量，很有可能你就是用药过量了，病人麻醉了就醒不过来了，一命呜呼了。那第2个障碍就是细菌感染。那随着技术发展在19世纪的60年代，当时的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医生都开始使用现代外科手术的消毒技术的发明者英国的医生约瑟夫·李斯特，也就是无菌外科手术的消毒方法。到了这个时候外科手术所造成的感染和死亡才会大大的降低。那一直到19世纪的80年代，那随着麻醉技术的进步完善，那这个时候的整容手术才对普通人来说就变得相对的安全和无痛，才走进普通人的生活。那我们现在整容手术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整鼻子嘛。整形好的鼻子一个个都变得小巧可爱，微微上翘。那隆鼻子就是要做填充物，这个填充物的材料也经历了液体石蜡、金属、异种骨、
象牙、一体骨、一体软骨、自体骨、自体软骨等等等等那么多的演变。而早期整鼻子的手术就要说到一家名为皮肤特征的公司。那在1901年的时候，这家公司在英文杂志《时装世界》中就刊登了他们的治疗方法，用于修复这些隆起或者就是耷拉着、形状不规则的这些鼻子。但是这个公司当时使用的是最原始的叫固体石蜡的隆鼻术，也就是说将热的液体石蜡注射到鼻子里面，然后医生将鼻子捏，塑造成想要的形状。但是这个过程可想而知，危险性也很强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石蜡有可能会迁移到脸上的其他部位，并造成损伤，甚至导致石蜡瘤或者是石蜡癌的发生。那么20世纪最常见的整容手术一般性都是鼻子和耳朵什么，主要是集中于脸部。那慢慢的人们就开始不满足于此了，开始向全身发展。那在20世纪的早期欧美的摩登女郎的形象中乳房比较小是很常见的。但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的时候，乳房太小就被宣传成一种生理上的不健康，这个就引起了广大妇女的不满。于是隆胸手术就开始大量的开始。那在2015年的时候就有过统计，在627165名美国女性当中，就有1名接受过隆胸手术。那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大家实际上对审美也是在慢慢变化的。一开始健康美丽是被认为是上帝赐予，是一种自然健康的标志。但是当美貌可以通过外在的力量进行改变的时候，谁都想走捷径了。于是就更多的人会去倾向于外科手术。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促进了现代医学美容的突飞猛进，那个就是战争了。那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大量的士兵就受伤了嘛，医生就会面对大量的手术工作。那这个时候经验技术手段也就大大的提升了。那所以说，虽然说战争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也促使了科技的发展、医疗技术的发展。可查的记录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大量的士兵受伤，而现代的这些整容手术就很大程度上修复了战争英雄受损的鼻子和下巴。那一战的时候还有一个叫做手术兄弟会的组织，因为这个兄弟会90%以上的医生都是男性，所以叫做兄弟会。这个组织的起源就是源于修复战争受伤的士兵的面容，让他们战后能够重新回归社会，找到工作，被大众所接纳。但实际上，整形外科医生一直在帮助我们改变美的标准，使人们可以脱颖而出，或者是隐藏病态的一些特征，那让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更加美好。好了，这就是这一期的老白的道听途说。今天也感谢大家点开这支影片，同时也感恩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老白，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